德國多家媒體報道了這樣一件與中國有關的事，又讓一些德國人，特別是德國某工會破防。德國鐵路公司計劃從中國比亞迪那裡採購電動巴士，消息洩露出來，一片譁然。不僅德國鐵路及運輸工會跳出來，連德國政府也出面呼籲德國企業應該展現本土愛國主義。好像那個德語詞也可以翻譯成區位愛國主義，就是說德國企業不應該買比亞迪的，而應該買德國企業制造的電動巴士。朋友們，由於《明鏡週刊》在德國影響力較大，我們來看看這家媒體的報道，當然還有其他很多媒體的報道了。向比亞迪下單，德國鐵路從中國購買電動巴士，工會強烈不滿。德國鐵路需要電動巴士，最終選擇了中國制造商比亞迪。在呼籲本土愛國主義的背景下，德國鐵路和運輸工會認為這是一個糟糕的玩笑。咱們看配圖，2024年德國國際軌道交通技術展上的比亞迪電動巴士。德國鐵路公司計劃採購中國電動巴士一事，遭到鐵路和運輸工會的尖銳批評。我們將在德國鐵路的監事會中提出這一問題。工會主席兼監事會副主席馬丁·伯克特向《明鏡週刊》表示，就在幾週前，聯邦政府還要求企業展現更多本土愛國主義，但如今偏偏是國有企業德國鐵路想要從中國廉價採購電動巴士。這聽起來簡直是像個糟糕的玩笑。德國鐵路於4月初發布了一項全面的客車供應招標，其中包含對電動巴士供應商的詢購。據《明鏡週刊》消息，該招標按鐵路公司慣例分為多個標段，中國汽車制造商比亞迪已被選為部分標段的主要供應商，其餘合同則授予中國制造商中通客車以及曼恩集團。比亞迪所獲標段涉及約700輛巴士，而招標總量達數千輛。德國鐵路公司否認了相關數據，但未提供其他數據。對於其他細節，該集團已不願置評。公司發言人在回應詢問時表示，德國鐵路目前正在就客車供應進行一項歐洲範圍內的招標，這涉及多年框架協議，在招標程序正式結束前，無法透露更多信息。授予比亞迪和中通客車的合同將分別由這兩家中國企業在歐洲的子公司承接。與鐵路和運輸工會關係密切的社民黨近期要求德國工業界作為對國家支持的回報，必須保障本土就業。該黨聯合主席兼副總理拉爾斯·克林貝爾在礦業、化學和能源工業工會的一次會議上表示，對於企業高管中的某些人，我確實期待他們能展現更多本土愛國精神。社民黨執委會的一項決議中也明確寫道，我們要求本國經濟界展現本土愛國主義，警惕傾銷價格。如今，工會主席布爾克特重申了這些要求。他說，聯邦政府是德國鐵路公司的所有者，我們期望政府不只是空喊口號，更應認真對待保衛德國就業崗位的鬥爭。他指出，中國正以咄咄逼人的低價傾銷策略進入歐洲市場，而德國正面臨陷入這一陷阱的風險。德國鐵路的區域子公司德鐵區域運輸公司 DB Regio 在全國範圍內也運營着巴士線路。早在2021年，該公司就首次向比亞迪訂購了電動巴士。這家中國制造商憑借其電動汽車業務迅速擴張，並於去年首次在銷售額上超越了曾經的市場領軍者特斯拉。比亞迪還在匈牙利生產電動巴士。今年年中，該公司已為匈牙利工廠的擴建項目舉行了奠基儀式，計劃將年產量提升至1250輛，達到原先3倍的產能。在 X 平台上有這條新聞的網民評論，我們來看看。第一條評論：難道這些工會不正是勃蘭登堡州要求加薪12%，同時縮短8%工時的團體嗎？在這種毫無節制的訴求下，最終只剩比亞迪能提供解決方案了。哎，可惜啊！繼續往下，想要品質的人，自然就不會買德國垃圾。再往下，如果連德國企業和公共機構都不購買德國產品，那還該由誰來買呢？
下一則，不，比亞迪的巴士必須上路。只有當我們了解其品質後，本土企業才能造出更好的車輛。中國企業在許多方面實現了創新突破，而戴姆勒卡車和曼安集團過去過於安於現狀了。再往下，某些城市已有德國製造的巴士試運行超過5年了，或許這些產品太差了。再往下，環顧四周，我們正在自我瓦解，這根本不需要外部威脅，不需要來自老毛子的威脅或其他什麼。下一則，這再次表明，工會領導人對歐盟法律、採購流程或企業管理一無所知。比亞迪匈牙利是一家歐洲企業，正如大眾美國是家美國企業，大眾中國是一家中國公司一樣。繼續往下，本土愛國主義，只有德國巴士才能行駛在德國道路上。我發現這家德國媒體轉載了德國《明鏡週刊》的報道，它的評論比較多。我們看看，而德國《明鏡週刊》它的官網上是沒有評論功能的，以前有，後來關閉了。所以現在我們只能看這家媒體它有評論啊。第一條評論：為何不可？這些巴士品質優良，且支持無現金支付，一切都很合適啊。繼續往下，既然這裡仍在推行燃油車，那麼若想踐行環保與進步理念，就不得不向中國購買電動巴士了。再往下，那麼鐵路和運輸工會應該放棄加薪要求，這樣資金就足以支持本國生產電動巴士了。咱們看跟貼，非常正確，就像鐵路系統一樣，所有環節都在不斷惡化，沒有準點率，且價格昂貴，這還要歸咎於那些永無止境的要求。德國這個國家的情況將沒有任何改善。下一則，德國鐵路向中國企業採購，這些車輛具備聯網功能，並且可能被中國遠程在線操控，正如挪威的一項測試所證實的那樣。像德國鐵路這樣的國有企業採購此類具有間諜工具嫌疑的產品，本就應基於安全考量予以禁止。是誰在為此類失職的招標流程負責？希望至少有一位必須離職的鐵路管理層人員為此擔責。好，再往下，向西方學習意味着學習制勝之道。在俄羅斯，成百上千輛保時捷已不再行駛，確實如此。下一則，或許在受控狀態下，這些巴士反而能實現準點運行呢。德國知識點評，這位網民其實是在諷刺德國鐵路不準時。繼續往下，這就是促進經濟發展的方式嘛，做得很好。德國鐵路公司是不是也把中國的準點率一併引進來了？再往下，如果大眾在中國生產劣質產品，我也不會給他訂單。德國人已經沒有國家自豪感了，連榮譽感也蕩然無存，只剩下金錢。這種情況下還能持續多久？下一則，反正德國本就打算自我消亡，按理說，即使巴士價格更高，我們也應該始終保持更低的整體成本，因為所有稅收都將留在國內，從而降低整體支出。我不明白官員們為何不願理解這一點，而我畢竟可以自主決定把錢給誰。很多時候，高價購買反而是更經濟的選擇。我相信150年前英國議會的約翰·拉斯金的觀點。下一則，德國巴士製造商目前沒有能力為區域或短途交通生產技術上具備市場競爭力的巴士。戴姆勒和大眾集團沉睡太久，過度依賴其燃油車時代的輝煌。除了比亞迪，越南製造商很快也將為德國的短途及區域交通提供服務。奔馳、依維柯以及大眾集團旗下相關品牌的時代至此已告終結。再往下，中國火車司機我也能接受，他們不罷工，駕駛技術也好。下一則，只有蠢材才會從體制對手那裡採購。繼續往下，典型的德國作風，
芬蘭也採購了中國電動巴士，而那些巴士同樣可以從中國被遠程癱瘓。德國鐵路這主意可真高明。再往下，綠色經濟奇蹟發生在中國，謝謝你啊，紅綠燈德國執政聯盟。下一則，正確的決定，多年來只要可能，我都不買德國產品了，價格昂貴，質量還低劣。繼續往下，問題是他們倒是想買德國電動巴士呀，前提是得有這種產品，還得能正常行駛且價格合理。再往下，朋友們，我們看看德國鐵路公司在德國人心目中的形象。從這位網民就可以看出，他說：“精彩的文章，真是傑出的新聞報道。”或者，我們就一直用柴油驅動的巴士，直到我們自己能造出電動巴士為止。如果現在有工會感到憤慨，這不過是他們的常態，否則他們的存在價值豈不很快就會質疑了？他們想要每周5小時工作制且全額工資照付，然後還納悶德國怎麼造不出價格合理的巴士。但我想給所有旅客打氣，既然你們選擇乘坐火車出行，這本身就證明了你們擁有巨大的勇氣和毅力。那麼一輛中國巴士恐怕不會是這因果鏈條中最糟糕的一環。下一則，在性價比方面，中國處於領先地位。因此，從根本上看，這甚至是可以理解的。曾幾何時，德國的精湛工藝能證明其溢價的合理性，但時代已經變了。比亞迪在歐盟設有工廠，其價格很可能與德國生產存在巨大差距，而德國向來比其他地區更為昂貴。德國經濟部長克林貝爾呼籲本土愛國主義，難道是指政府展現的那種本土愛國主義嗎？那種壓榨國家與人民，將體制推向極限的愛國主義，那些無法遏制稅收貪欲者的愛國主義。至於說中國正以侵略性價格戰衝擊市場，正因為如此，德國鐵路如今備受指責，僅僅因為政府不滿意，於是他們再次施壓，這永遠都是同一套把戲。下一則，全德國都在購買中國的垃圾產品，那鐵路公司憑什麼不能買呢？繼續往下，為什麼中國人也是更優秀的鐵路運營商？那裡幾乎沒有火車晚點，很可能有一天他們也會來運營德國鐵路，遲早也會有磁懸浮列車。雖然我們在技術領先時並不想要它，但這些電動巴士用不了多久，時不時會有巴士倉庫起火，因為它們終究不如柴油巴士安全。看跟貼。可惜啊，現實就如此。這裡進行研發，而別人卻負責生產。但這也要歸咎於德國人，他們幾乎反對一切新事物。電動汽車就是最好的例子。再往下，我讀到了“愛國主義”這個詞，這難道不是那個會被某些人隨意稱為納粹而不用承擔後果的詞嗎？下一則，鐵路公司的相關負責人應該被立即解職。這顯然是一種卑劣的背叛行徑。看最後一條評論，那我能在中國給我的車買保險嗎？或者我能在中國買到便宜的電嗎？醫療保險又怎麼說？哦，我忘了，全球化只讓少數天之驕子得到了實惠。好吧，朋友們，就到這裡吧。估計人家德國鐵路公司也想購買德國本土生產的電動巴士。可惜，目前市場上實在沒有比亞迪性價比更高的了。光憑德國企業的效率、交貨進度不說，那個價格估計也是高不可攀。而電動巴士只是個例子而已。如果開放市場，歐洲企業幾乎都沒有競爭力。歐洲人現在只是在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鐘而已。好的，那我們下期見。